AI 进化的实在是太快了。上半年我用 AI 做了一个游戏上架了 Steam， 这个游戏的 AI 美术流程当时已经是挺先进的了，但是从7月份开始，我开了一个新项目，改用了 Codex， 美术流程可以说是又进行了一次巨大的迭代。比喻一下的话，上半年的游戏就类似于是定速巡航，但现在这个流程已经达到 L2 级自动驾驶了。这个视频我就来分享一下我最新的这个成果。很多人问我上半年这个游戏美术是怎么做的，其实说起来挺简单的，就是 AI 生成角色形象图和背景图，然后背景图使用 PS 进行手动切图，然后切下来的部分用 AI 补全，角色使用图生视频制作各种动作，把视频转成关键帧，在 PS 里抠图对齐，然后导入引擎里通过状态机驱动。这个流程其实 AI 只是参与了生图和生视频的部分，其他部分都是我手动做的。这个游戏很大部分的开发时间实际上都耗在这儿了，所以在这个游戏里 AI 就好像定速巡航一样，整个过程只有一部分时间是它来接管工作的，而我要做其他所有事情。但现在我这个新的流程用起来就像自动驾驶一样，从出发到达，只有特殊情况我需要接管一下。带来这个改变最核心的原因就是现在的生图模型被整合到 Codex 这种综合的 AI 工具里了，这样它就带来了几个方面特别有用的好处。第一个就是上下文的能力，之前生图的模型都是独立运作的，你给一套提示词，它生一张图，如果你要再改，你就得重新优化你的那个咒语，让它完全重新生成。这个新的图很可能连布局都变了，所以为了生成一张满意的图，你就只能疯狂抽卡，因为每一张图总有你不满意的地方。而现在 AI 就像一个真正的游戏美术一样，你就可以跟它自然的对话，一步步去完善它给你的图，因为现在它能理解一张图中哪些部分是你满意的，哪些部分是需要调整的。而且不只是图片的上下文， AI 还可以根据你对游戏风格的设想讨论，直接给你生成适合的画风。就是 AI 现在不只是美工，它甚至可以是当主美。第二个就是自我审核的能力，就以前的 AI 它生完图就完了啊，合不合格我也不管，我就给你自己看吧，如果不好你再改。但是在 Codex 里调用生图模型之后生成的图，它是会自己审的，自己看符不符合你给它的要求，不符合它会自己想办法改，直到满意了它最终把图给你。比如你让 AI 生成一个带透明背景的图干过这个事儿的朋友都知道 AI 是很难直接生成的，因为它经常会生成棋盘格这种伪透明图层给你，所以以前大家都是生成绿幕然后自己抠。但是现在的 Codex 它如果发现它生成的是一个棋盘格，它是会自己在手动给抠掉的，最后直接把抠好的图给你。这种例子还很多，总之就是通过你调教它是非常能稳定的产出你想要的内容的，中间不需要你去干预。第三个就是控制文件和本地工具的能力，以前 AI 生完图我都是手动保存下来，然后打开 PS 自己抠图调尺寸一系列操作，但是现在 Codex 是可以自己把生成的图片很规矩的整理到你的工程文件里，然后它是有调用本地图片编辑器的能力的。也就是说现在的 AI 美术流程已经不单纯是使用生成式 AI 生图的流程了，现在它会根据你的需求判断哪部分用生成式合适，哪部分是它自动去用图像编辑器合适。比如上面说的抠图就是它自己调用修图软件修的，这样的话生成式和编辑器互相取长补短，就既能避免纯生成式的不稳定，也能避免纯手动工具那种呆板的效果。第四个就是程序的生成能力，虽然现在 AI 能力越来越强，但是依旧有些部分是现阶段你就是需要手动调的，比如一些像素级别的微调，比如一些是需要你通过感觉去判断，很难量化表达给 AI 的部分。以前到了这个时候，那我就需要去开 PS 手动调，或者到引擎里去调。但是现在接入 Codex 的编程能力，我不需要去学引擎是怎么操作， PS 怎么操作， AI 可以给我做一个我当前这个管线一个非常针对性的小工具，我调好了告诉 AI， 它就可以继续下一步了。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现在这个流程用起来是一个什么感觉。我这个新项目是一个带行车场景的挂机游戏，这里涉及到可替换的车型、车身颜色、轮毂、开关灯，可替换的行车背景、黑白天的背景切换，可替代的内饰，多个城市的地图以及国家地图，这些都是需要批量生成的。因此我为每一个同类项建了一个独立的管线。比如车身管线，第一步它会根据我给的车型需求生成一个形象确认稿，我觉得 OK 了之后，它就会使用图像处理软件抠掉车轮，补全轮舱，生成开灯的叠加层和灯光的叠加层，然后打开为我做的一个车身定位工具，让我凭感觉去调整车身的大小、轮子的大小和位置、车灯和灯光的位置、阴影的缩放、整体位置的摆放，这些一系列的需要我调整的部分。这个工具还会给我背景以及默认车辆的半透明图层做参考。等我调好了之后，它就会自动生成白天和黑夜的16个颜色变种，
生成 UI 图标，自动接入引擎，我就可以在游戏里直接使用这个新车辆了。整个过程我都没有碰 PS 一下，也没有碰游戏引擎一下。这个流程中哪一部分使用生成式 AI， 哪一部分使用图像处理，哪一部分 AI 做，哪一部分我做，都是我在做前几个车型的时候不断试错、不断调整得到的结果。现在稳定了以后，产出新车型，它就是又快又省图肯。再比如行车场景的管线，我先是让它生成一个想要的背景参考图，这些参考图在生成的时候是有很多限制条件的，比如说色调的统一性、底部道路位置的统一性，以及建筑的透视程度之类的。它会在生成的时候注意这些内容，也会在生成的环节自己检查。我满意了之后，它会生成对应的夜晚版本。然后因为这些图层是要动起来的，所以要进行视差滚动的拆图。现在 Codex 对这种程度的拆图几乎是可以做到全自动的，它非常能理解视差滚动的需求是什么，识别哪些是近景，哪些中景，哪些是远景，然后根据参考图重新生成连贯的滚动图层。只是有的时候它的摆放位置不是很理想，于是我让它做了一个定位工具来自己调整每一个图层的位置和大小，之后它就会全自动接入引擎了。每一层的滚动速度也不需要我调，它自己调的非常的协调。车轮的生成是另一个特殊的管线，因为我这个游戏车轮是需要转的，所以它不能跟车身一样就是一个静态的图片。而且 AI 生图有个问题，就是它很难生成纯圆的几何体，也很难生成没有方向光的画面。而这两个原因就导致了我如果直接使用 AI 生成的车轮让它转起来，是一定会穿帮的。所以我和 AI 讨论了另一个方案，就是我提供想要的轮毂样式，然后他去网上搜类似轮毂的结构图，然后自己调用 Blender 建模渲染，这样起码能保证这个轮毂是100%纯圆的，转起来不会飘。但是方向光的问题怎么办呢？我最初的方案是让它生成一个没有方向的均匀光照，这样转起来起码是不会穿帮了。但是发现呢非常没有质感啊，和整体的画面的光影也不协调。后来就想了另一个办法，就是独立生成了一张法线贴图，让它跟车轮的图片一起转，然后利用戈多自带的 2D 光去解算阴影。这样虽然这个车轮本质上是 2D 的，但是它同时拥有了 3D 的质感，也有了动态的阴影。现在这个流程走下来，我依旧是不需要自己操作 Blender， 也不需要操作引擎，全程只需要告诉 AI 我想要啥样的轮毂，以及判定它做的东西像不像。我上面展示这些其实只是其中一部分。总之这个游戏现在不只是美术，各个方面都已经是独立的管线，比如玩法策划、程序、剧情、UI 等等。而这些管线都是基于一个理念设计出来的，那就是把一个复杂的任务拆解成4类，分别是生成、自动化、接管和决策。生成就是我们理解的传统的 AI 生成的范畴，无论是生图还是视频都是用生成式 AI 生成的。自动化就是 AI 调用传统软件的能力，这部分是弥补生成式的缺点的。如果有一些内容你更要求的是它的确定性而不是它的创造性，那也许使用编辑化工具就是更好的选择。接管呢，就是前2步如果实在处理不了了，我必须需要上手操作的。那这一部分的原则呢，就是尽量减少，并且我不会去学习专业的软件，而是让 AI 给我写一个最顺手的工具。而决策这部分是我自己必须保留的，无论是告诉 AI 要做什么，还是判断它做的到底合不合格，这一部分如果我不自己把控，那这个游戏就不是我做的，而是 AI 做的了。这样拆解之后设计出来的流程，就能够既有很高的自动化程度和一致性，又能对成果有完全的控制力。就好像自动驾驶一样，你只要决定从哪儿到哪儿， AI 帮你选路，自动开车、变线、上高速、下匝道，直到目的地。你只需要在它通知你某些情况它处理不了的情况下接管一下，而不是像传统开车那样大部分路段都是你开，只有上了高速的时候打开定速巡航。或者另一个极端就是随便让 AI 开，没开一会儿给你开沟里去了。在我实现了现在这个低接管的管线之后，最大的好处其实是我现在可以并行进行很多项工作了。我现在这个游戏基本是程序、美术、剧情等一系列工作同时在做，整个项目的周期就可以成倍的压缩。就比如我现在这个视频的撰稿和录制，就是一边指挥 Codex 干活一边做的。